想象一下如果你开了一家工厂，这工厂是24小时全年无休，每天帮你处理成千上万的化学反应，但最扯的是，它完全没装警报器。这座工厂其实就是你的肝脏。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说白了，根本就是对肝脏的一场极限压力测试。你回想想最近的日子，是不是连续熬夜赶工，睡前还忍不住吃个宵夜，周末再跟朋友喝2杯，甚至每天吞的止痛药，这些都在无形中狂操我们人体最重要的解毒中心。因为肝脏没有痛觉神经，它超级能忍，是个极度沉默的器官。等到你哪天早上醒来，觉得怎么还是好累，发现自己代谢变超差，甚至拿到体检报告看到脂肪肝、肝纤维化的红字时，这座工厂通常已经快罢工了。你的肝脏其实一直都在无声抗议，但你真的有听见吗？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不谈深奥的医学术语，我们要来彻底翻转你的健康观念，不再是等生病了才去急救，而是主动把日常的肝脏保养做起来。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被现代科学誉为天然保肝神药的奶基草，大家可能更常听到它的另一个名字水飞蓟。透过今天的探讨，我们要把这位终极肝脏守护神背后的科学真相一次全部解码，帮你把失去的健康主导权给拿回来。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蓝图。我们会从现代人无声的肝脏危机聊起，接着带出一个超重要的观念转变，然后我们会深入拆解水飞蓟术超强的3重防御机制，还要告诉你怎么吃才真的能洗手。当然了，安全第一，所以绝对要画出5大安全底线。最后，我们要一起破除大家常有的赎罪券心态。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咯。第一部分，无声的危机。我们来看看现代生活到底是怎么无情摧残这座沉默的工厂的。其实人类用奶基草来护肝，真的不是什么最近才流行的新花招。早在西元1世纪，希腊的药学家就把这种紫色植物当作治疗肝胆疾病的圣药了。到了中世纪，还有个很浪漫的传说，说它叶子上白色的斑纹是圣母玛利亚的乳汁滴下来变成的，这也是它英文名字 Milk Thistle 的由来。不过，我们今天可不是来听神话故事的。时至今日，现代科学早就证实了它2000年来的名声绝对不是吹牛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精准抓出了它里面的核心活性成分，透过一堆临床和细胞研究，证明了它确实是地表上最强大的肝脏再生守护神。了解了历史背景，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个重点，也就是我们观念上的典范转移。我们要从紧急救火转变成日常穿上防火衣。说实在的，我们在台湾遇到一个蛮无奈的状况，因为法规的关系，高剂量的奶基萃取物被严格归类成处方药，这就导致了一个有点荒谬的现象。很多人觉得，是不是非得等到肝脏发炎了、爆肝了，去医院挂号才能拿药保护它？这就像是非得等到工厂失火了才急着去救火。但我们真正该做的应该是主动预防，对吧？也就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先帮我们脆弱的肝细胞穿上一件超强的防火衣，防患于未然。我们真的绝对不该等到大火都快把工厂烧光了，才想到要打电话求救。接着进入第3部分，水飞蓟术的3重防御机制。让我们来好好解码一下背后的科学原理，看看它到底凭什么能当我们肝脏的终极防火衣。刚才提到所有的护肝魔力，其实都来自于这个核心的活性成分水飞蓟素，英文叫 Silymarin。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哦，它主要藏在奶基草的种子里面。这个不是随便泡个草药茶就有的东西，它是科学家在显微镜下再三确认过的细胞保护剂。临床医学已经证实，水飞蓟素是我们肝脏内最棒的谷胱甘肽推荐器，而且它还拥有针对肝脏非常罕见的3重神级防御机制。到底是哪3重呢？第一重防御，简单来说就是一面隐形护盾。水飞蓟素超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可以直接稳定肝细胞的细胞膜，改变它的通透性。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就像是它在你的肝细胞外面直接拉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当你喝了酒，或者是吃的像普拿疼那种含有乙酰氨酚的止痛药、感冒药，那些代谢出来的毒素会直接被这面护盾挡在肝细胞大门外。也就是说，它从一开始就直接切断了毒素入侵的机会，这点真的非常强大。
第二重防御呢是抗氧化与解毒加速器，水肺激素能大幅度拉高肝脏里面谷胱甘肽的浓度。你可能听过谷胱甘肽，这可是我们人体内建最强大的一种抗氧化剂哦。透过中和那些到处捣乱的自由基，水肺激素能极大化的加速肝脏的第二阶段排毒。用白话文说，就是肝脏把那些初步处理过但还是有毒的废物重新安全打包，变成可以溶于水的无害物质，然后顺利排出体外。这一步真的超级关键，大大减轻了肝脏每天处理人体垃圾的负担。至于第三重防御，也是最让人惊叹的一点，它是一个再生引擎。你要知道，肝脏是我们人体少数有办法再生的器官，这点本身就很不可思议。而当你给它对的工具，也就是水肺技术的时候，它能直接刺激肝细胞里面的蛋白质合成，用非常夸张的速度去加速受损组织的修复。更棒的是，它还能抑制胶原蛋白过度生成。为什么要抑制这个？因为不管是喝酒引起的，还是非酒精性脂肪肝造成的肝纤维化，通常都是不可逆的致命伤害。水肺技术能减缓甚至对抗这种纤维化的过程，这对现代医学来说简直是救命的关键。好，听完这些神奇功效，我们必须很务实的面对第四个重点，吸收的关键，也就是我们该怎么克服奶蓟草天生的基因缺陷。奶蓟草虽然强，但它天生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就是它超级不溶于水，导致我们人体非常难吸收它。也就是说，如果你为了省钱，随便买那种廉价粗糙的粉末，吃下去可能一大半都直接跟着马桶冲掉了，根本进不到你的血液里。这不就是把钱丢进水里吗？所以大家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锁定标准化萃取，而且一定要找使用了吡指指复合物技术的产品，英文叫做 Phytosome。原理很简单，我们人体的细胞膜是脂肪做的嘛，这项黑科技就是把讨厌水的水肺技术包在一层类似脂肪的大豆卵磷脂里面，这就像是给了它一张超强的 VIP 通行证，让它能完美伪装、畅通无阻的直接滑进细胞内部。这种剂型的吸收率是一般传统粉末的好几倍哦，买对剂型，钱才真的花在刀口上。第五点也是非常严肃的一点，至关重要的安全底线。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有哪5大族群使用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大家一定要记住，天然绝对不等于无害，这是一份超重要的安全检查清单，请仔细听看看自己有没有踩到红线。第一，荷尔蒙敏感疾病的患者，因为奶蓟草带有微弱的类雌激素效果，如果有乳癌或子宫肌瘤的女性朋友，绝对不要用，免得加重病情。第二，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如果你碰到雏菊、菊花或过敏，吃这个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起疹子或呼吸困难。第三，它会有药物交互作用，奶蓟草会影响肝脏的酵素，可能会干扰抗凝血药或是抗忧郁药的代谢。第四，正在吃降血糖药的糖尿病患者，因为奶蓟草本身就会辅助降血糖，两个一起吃可能会引发非常危险的低血糖。最后第5点，孕妇跟哺乳期的妈妈，因为目前安全数据还不够多，为了宝宝好，还是全面避开比较安全。确认自己不在这5大族群里，才是安全保肝的第一步哦。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了，第6，拒绝赎罪券心态，这也是我们今天最想传达的底层逻辑。希望大家能把这句话深深印在脑海里。奶蓟草是一个超强的辅助防护罩，但它绝对不是让你拿来无限度狂喝、天天熬夜通宵的赎罪券。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神药可以取代你每天乖乖吃饭，少吃点高油高糖的垃圾食物，还有好好睡一觉。如果你一边吞着最高级、吸收率超好的零脂质奶蓟草，转头又继续每天酗酒熬夜，那真的就像是你一边在工厂放火，一边又拿着小水枪洒水一样。在这种互相抵消的破坏下，你的肝脏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修复的。说到底，真正的健康主导权在于你愿不愿意停止这种单向的消耗。当你愿意在生活中给肝脏它需要的营养，搭配科学高效的吸收技术，而且最重要的是好好给它时间休息跟修复，你才能真正建立起一道长效的肝脏防护网。那么看完今天的解析，你是打算继续假装没听到工厂的警报声，继续无情地消耗你的肝脏呢？还是决定就从今天开始帮他穿上这件坚固的防火衣，把健康的主导权给拿回来？
这是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重要决定，希望你能做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我们下次见。